今天我将揭露一个惊人的事实，你对金钱的理解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你一直以来奉为圭臬的理财知识，实际上正在阻碍你获得真正的财富，你会作何感想？不相信？那么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超过 60% 的彩票大奖得主在5年内就会破产？或者说，为什么在经济危机中，有些人不仅能保住财富，反而还能实现财富的增长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到困惑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来对地方了。因为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7个鲜为人知的金钱真相。这些真相不仅会颠覆你对财富的认知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们可能是你实现财务自由的关键。特别是第6个真相，它揭示了为什么你可能一直处于贫穷状态的根本原因。而一旦你理解并应用这个真相，你的财富状况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第1个真相，有钱时把日子过好，没钱时把心情过好。这个真相可能看起来简单，但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智慧。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一下。想象一下，你刚刚获得了一笔巨额奖金，或者继承了一大笔财产，你会怎么做？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购买奢侈品、豪车或者大房子。但是，这真的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吗？研究表明，物质消费带来的快乐往往是短暂的。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，购买体验，如旅行、学习新技能，比购买物品能带来更持久的快乐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富人选择过相对简朴的生活。比如沃伦·巴菲特，虽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，但他依然住在几十年前买的普通房子里，每天早餐还是麦当劳的汉堡。他把钱花在真正能让他快乐的事情上，阅读、学习和慈善。但是，如果你现在并不富有，甚至正在经历经济困难，该如何保持良好的心情呢？这看似是一个挑战，但实际上也蕴含着巨大的机会。首先，困难时期往往能让我们重新审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。也许是家人的支持、朋友的关心，或者是自己的健康。这些无形的财富往往比物质财富更加珍贵。其次，经济困难可能会迫使我们发掘自己潜在的才能和创造力。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发明和企业都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诞生的。比如，通用电气、迪士尼、微软等公司都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创立的。最后，保持良好的心态不仅能帮助你度过难关，还能为未来的成功奠定基础。积极乐观的人更容易抓住机会，也更容易得到他人的帮助。第2个真相，有钱时把别人当人，没钱时把自己当人。这个真相揭示了一个常见的心理陷阱，我们往往在有钱时忽视他人的感受，在没钱时忽视自己的价值。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。当一个人突然变得富有时，他们可能会开始用金钱来衡量一切，包括人际关系。他们可能会认为，只要给别人足够的钱或礼物，就能获得尊重和喜爱。但事实上，真正的友谊和尊重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。举个例子，某位新晋富豪可能会为朋友们举办豪华派对，买昂贵的礼物，但却忽视了真正的交流和情感联系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结果，他可能会发现自己被一群只对他的钱感兴趣的人包围，而真正的朋友却
却越来越疏远。另一方面，当人们陷入经济困境时，他们可能会开始贬低自己，觉得自己一文不值。这种心态不仅会影响自尊，还会影响他们重新获得成功的机会。记住，你的价值不是由你的银行账户决定的。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，你也应该尊重自己，相信自己的能力。很多成功人士都经历过经济困难，但正是因为他们始终相信自己的价值，才最终取得了成功。比如 J.K. 罗琳在写《哈利波特》时，是一个靠社会福利生活的单身母亲，但她从未放弃自己的梦想，也从未贬低自己的才能。最终，她不仅成为了世界知名的作家，还成为了亿万富翁。第三个真相，有钱时把人做好，没钱时把事做好。这个真相强调了在不同财务状况下应该关注的重点。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一下。当你有钱的时候，把人做好意味着要善用你的资源和影响力来帮助他人，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。这不仅是道德上的选择，更是明智的投资。想想看，为什么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热衷于慈善事业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余钱可以捐赠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行为能够建立他们的社会信誉，扩大他们的影响力。比如，比尔·盖茨通过他的基金会不仅帮助了无数人，还建立了广泛的社交网络，这些网络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社会影响力。但是，如果你现在并不富有，甚至正在经历财务困难，该怎么办呢？这就是没钱时把事做好的智慧所在。当你没有财力的时候，最好的投资就是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做好手头的每一件事。这不仅能帮你渡过难关，还能为未来的成功奠定基础。举个例子，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·贝索斯在创业初期曾经亲自打包和送货。他对每一个细节的关注，对客户服务的重视，为亚马逊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。记住，无论你现在的财务状况如何，都有机会为自己的未来投资。有钱的时候投资人际关系，没钱的时候投资自己的能力和信誉。第四个真相，有钱的时候要想着没钱的时候。这个真相强调了财务规划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。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，我们不仅要关注如何赚钱，还要考虑如何保护和管理已有的财富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突然失去了所有的收入来源，你能坚持多久？1个月、3个月，还是1年？大多数人可能连3个月都坚持不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应急基金的原因。金融专家建议，我们应该至少存够6至12个月的生活开支作为应急基金。这不仅能让你在失业或遇到突发事件时有喘息的空间，还能让你在做重大决策时更加冷静和理智。但是，仅仅存钱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学会如何让钱生钱。这就涉及到投资的话题了。很多人听到投资就会想到股票市场的风险，但实际上，不投资才是最大的风险。因为通货膨胀会逐渐蚕食你的购买力。如果你的钱只是放在银行里，它的实际价值每年都在下降。那么，如何明智的投资呢？关键在于分散风险。正如俗话说的，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你可以考虑将资金分散到不同的投资品类中，比如股票、债券、房地产、黄金等。第5个真相，有钱时把钱射出去。这个真相看似矛盾，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智慧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富有不仅仅是拥有，更是给予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理解舍的真正含义。
这里的舍不是无节制的挥霍，而是有策略的投资和慷慨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你可以选择把所有的利润都留在公司里，或者全部分给股东。但是，如果你选择将一部分利润用于员工培训、改善工作环境，或者投入到社区发展中，会发生什么呢？短期来看，这可能会减少你的利润，但从长远来看，你会发现1亿员工的忠诚度和生产力提高了；2公司的声誉在社区中提升了；3更多优秀的人才被吸引到你的公司；4客户对你的品牌更加信任和支持。这些无形的回报往往比短期的利润更有价值。再比如，你可以选择把钱花在高档餐厅和名牌服装上，也可以选择投资自己的学习和成长。后者虽然看似是在舍弃金钱，但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投资。记住，真正的富有不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能影响多少人的生活。当你开始慷慨地分享你的知识、经验和资源时，你会发现更多的机会和人脉会向你靠拢。第6个真相：没钱时把卫生搞好，财不入脏门。这个真相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，但它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原理：我们的外部环境直接影响我们的内心状态和行为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卫生对我们心理状态的影响。科学研究表明，整洁的环境能够减少压力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当你的生活和工作空间井井有条时，你的思维也会变得更加清晰，更容易做出正确的决策。其次，良好的个人卫生和整洁的外表能够提升你的自信心。当你打理得体、衣着整洁时，你会感到更加自信，也更容易给他人留下好印象。这在求职、谈判或者寻找商业机会时尤为重要。再者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也能节省金钱。定期清洁和维护能够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。同时，良好的卫生习惯也能预防疾病，减少医疗支出。最后，财不入脏门这句话还有一层深意，不要让外表的光鲜掩盖了内在的空虚。真正的富有来自于内心的充实和满足，而不是外在的奢华。所以，即使在经济困难的时候，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和整洁的环境。这不仅能让你保持积极的心态，还能为未来的机会做好准备。第7个真相：有钱时学会闷声发大财，喜怒不形于色。这个真相强调了情绪控制和低调行事的重要性。在商业和投资世界中，过度的情绪波动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决策，而不必要的高调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闷声发大财的智慧。在商业世界中，保持低调有几个重要的好处。一、减少竞争对手的关注。如果你的成功不那么引人注目，竞争对手可能不会那么快注意到你，给你更多的时间来巩固你的优势。2、避免不必要的干扰。当你保持低调时，你可以更专注于自己的事业，而不是应付各种社交活动和媒体采访。3、保护商业机密。过度宣传可能会泄露你的商业策略，给竞争对手可乘之机。其次，喜怒不形于色强调了情绪控制的重要性。在商业和投资世界中，情绪化的决策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。想想看，如果一个投资者在股市下跌时恐慌性抛售，或者在股市上涨时盲目追高，结果会怎样？大多数情况下，这样的行为只会带来损失。成功的投资者和企业家都知道，保持冷静和理性是成功的关键。他们不会被短期的市场波动所影响，而是专注于长期的价值创造。
举个例子，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当大多数人都在恐慌性抛售股票时，沃伦·巴菲特却在大举买入。他的名言是：别人贪婪使我恐惧，别人恐惧使我贪婪。正是这种冷静的态度和逆向思维，让他在危机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做到闷声发大财，喜怒不形于色呢？以下是一些建议：一、培养长期思维，不要被短期的波动所影响，要关注长期的价值创造。二、学会冥想或其他放松技巧，提高自己的情绪控制能力。三、在做重大决策前，给自己一些时间冷静思考，不要在情绪激动时做出重要决定。四、建立一个可信赖的顾问团队，在面对重大决策时可以向他们咨询。五、保持信息的私密性，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你的财务状况或商业计划。六、培养对市场和行业的深入理解，这样你就能在面对变化时保持冷静，因为你知道这些变化的本质和可能的结果。七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，包括规律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，这些都能帮助你保持情绪的稳定。现在，让我们回顾一下这7个金钱真相，并思考如何将它们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一、有钱时把日子过好，没钱时把心情过好。实践建议：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，都要学会享受生活的每一刻。富有时，不要被物质消费所束缚，而要投资于真正能带来长久快乐的事物，如体验、学习和关系。困难时，要学会欣赏生活中那些不需要金钱就能获得的美好事物，如家人的爱、朋友的支持、大自然的美景等。二、有钱时把别人当人，没钱时把自己当人。实践建议：富有时，要始终保持对他人的尊重和同理心。记住，你的财富不代表你比他人更优越。没钱时，不要贬低自己的价值。你的价值不是由你的银行账户决定的，而是由你的品格、能力和潜力决定的。三、有钱时把人做好，没钱时把事做好。实践建议：当你有资源时，要学会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影响他人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。当资源有限时，要专注于提升自己的技能和能力，把手头的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。四、有钱的时候要想着没钱的时候。实践建议：建立应急基金，至少存够6至12个月的生活开支。学习投资知识，将资金分散投资到不同的资产类别中。定期检查和调整你的财务计划，确保它能够应对可能的经济波动。五、有钱时把钱舍出去。实践建议：学会战略性地舍。这可能意味着投资于员工培训、改善工作环境、参与社区发展，或者投资于自己的学习和成长。记住，真正的财富不仅仅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能影响多少人的生活。六、没钱时把卫生搞好，财不入脏门。实践建议：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，都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和整洁的环境。这不仅能提升你的自信心和工作效率，还能为你吸引更多的机会。同时，要记住，真正的富有来自于内心的充实，而不是外在的奢华。七、有钱时学会闷声发大财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实践建议：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言行。在商业和投资决策中，保持冷静和理性，不要轻易透露你的财务状况或商业计划。培养长期思维，不要被短期的市场波动所影响。现在，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如何将这些原则整合到你的生活中，创造一个全面的财富策略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白，真正的财富不仅仅是金钱，
而是一种全面的生活状态。它包括财务自由、健康的身心、丰富的人际关系以及对生活的满足感。要达到这种状态，你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同时努力。一、财务管理，这包括预算、储蓄、投资和风险管理。你需要了解你的收入来源，控制你的支出，建立应急基金，并学会如何明智的投资。记住，投资不仅仅是金融市场，还包括投资于自己的教育和技能提升。二、职业发展。无论你是雇员还是企业家，持续的职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。这意味着要不断学习新技能，拓展你的专业网络，并时刻关注行业的发展趋势。记住，在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中，终身学习不再是一种选择，而是必须。三、健康管理。健康是最大的财富。没有健康的身体，再多的金钱也无法带来真正的幸福。因此，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定期锻炼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并学会管理压力。四、人际关系。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能带来情感上的满足，还能为你提供重要的社交资本。要学会建立和维护有意义的关系，无论是家人、朋友还是商业伙伴。记住，真正的财富不是你认识多少人，而是有多少人愿意在你需要时伸出援手。五、个人成长。这包括情绪管理、自我认知、价值观的塑造等。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，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。这些都是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保持坚韧的关键。六、社会贡献。真正的富有不仅仅是索取，更是给予。找到方式回馈社会，不仅能带来个人满足感，还能建立更广泛的社交网络，创造更多的机会。现在，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将这些元素整合成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。一、财务审计。首先，对你的当前财务状况进行全面审计，了解你的收入、支出、资产和负债。这将帮助你明确你的起点，并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。二、目标设定。基于你的财务审计结果，设定短期、中期和长期的财务目标。这些目标应该是具体的、可衡量的、可实现的、相关的和有实现的 SMART 原则。三、预算制定。根据你的收入和目标，制定一个详细的月度预算，确保你的支出小于收入，并为储蓄和投资留出空间。四、技能提升计划。评估你当前的技能水平，找出需要提升的领域。制定一个学习计划，可能包括在线课程、读书、参加研讨会等。五、健康计划。制定一个包括饮食、运动和休息的健康计划。可以考虑使用健康追踪应用来监控你的进展。六、人际关系管理。列出对你重要的人，并制定计划来维护和加深这些关系。这可能包括定期联系、组织聚会、提供帮助等。七、社会贡献计划。找出你感兴趣的社会问题，并制定计划来贡献你的时间、技能或资源。这可能是志愿服务、捐赠，或者利用你的专业技能来帮助他人。八、定期评估。每月、每季度和每年都要对你的计划进行评估和调整。记录你的进展，庆祝你的成功，并从失败中学习。记住，财富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需要耐心和毅力。不要被短期的挫折所打击，也不要被暂时的成功所迷惑。保持专注，坚持你的计划，你就会逐步接近你的财富目标。最后，我想强调的是，真正的财富不仅仅是数字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它是关于自由、选择和影响力的。当你能够自由地选择如何度过你的时间，
当你能够选择你想要做的工作，而不是你不得不做的工作，当你能够积极地影响他人的生活时，那才是真正的富有。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只关注你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相反，要关注你如何能够创造一个全面、平衡的生活，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财富。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，不要让这些知识只停留在理论层面。选择一个你最感兴趣或最迫切需要改进的领域，制定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，并从今天开始执行。记住，每一个伟大的旅程都始于第一步。你的财富之旅就从现在开始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